如果我们的 GDP 增长率是3到5%呢，大群人是没有什么感觉到。我发现其实现在大家很努力的去解释说令吉的这个汇率其实跟经济无关，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我不认同。其实现在政府常常会接着说，我们现在要先搞好经济，所以很多制度性的改革我们要 on hold。你认同这样子的看法？我不认同。真正是要改善马来西亚的经济跟系统，你是要有一个短期、中期跟长期的那些计划。你可以讲 on hold， 不过你也是要给我们知道 on hold 到几时。我们也是希望说，现在的政府能够更多的去包容质疑的声音了哈，不要因为媒体有质疑就取消我们的记者证啊，这样子。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么这一集呢，其实我们要拷问的对象呢是前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的啊。那其实今天想要跟建民兄来聊的，就是说他究竟如何看待还有预估大马2024年的整体经济表现。那么他对于现任的政府又有怎么样子的评价还有建议啊？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也在社交媒体做了一个民调啊。那问观众大家对于大马今年的经济的表现是更好呢，是更乐观呢，还是说大家比较悲观？总共有300多个人投票，这个其实在虽然有点机构效应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样本应该也算是蛮足够的。那其实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呢，就是57%的人觉得对经济是有信心的，33%的人说不会，对大马的经济已经死心了啊，10%的人说不确定，反正国家经济再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所以看起来整体上面有超过半数的人是对大马的经济是有信心的啊。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经济学者呢，他们也预估说，其实马来西亚的经济还算是蛮乐观的啊。但是民众就觉得说，很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今天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想要来请教说，其实包括了像是企业界对于现在的整个的投资，还有对于扩张都还是比较保守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你觉得你自己啦，对于今年的这个整个经济局势是乐观还是悲观呢？我要分析给你知道，其实我对于经济的这个考量啊的那个方式是怎么样去真正去考量的。以前我做副部长的时候，我做学者的时候呢，我每次看那些大数据 GDP 的增长率等等。不过现在我有另外一个角度来去了解，就是我遇到每个商家我就问今年的经济怎么样，你的生意怎么样，比去年更好还是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回复，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我就可以看看其实这个行业比如说地产行业 OK，有一点点的乐观，是因为去年那个成绩不是很好。如果你是制造的 OK， 制造如果是出口去年的那个成绩有些是不是那么好。如果你是做电子电器的，如果你是做比如说其他的那些制造业也是有运去外国的，有可能性那个结果是成绩是比较好。所以每个 sector 每个行业感受不太一样。对。不过如果你是讲你问我比较完整的来说了，我本身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会比去年好一点点。不过你问到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率跟大群人的感觉信心跟信心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关系？我很简单的跟你的观众来解释。如果我们的 GDP 增长率是3到5%呢，大群人呢不可以感觉到如果3%跟5%的那个差别是什么？差别不大，但感受不大。如果是10%，你是可以感觉到的。如果是0%或者是negative 少过0%，你也是一定可以感觉到。3到5%基本上大群人是没有什么感觉到，那个是第一。第二，有可能性增长率是4到5%，政府讲表现不错啊，为什么你们还在那边投诉？这个 GDP 增长率呢，跟每一个公司的那个利润其实是无关的。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很多商家们呢，他们虽然可以看到增长率是有，不过他们的费用
他们的那些物质的那价钱等等，全部起到很多，所以利润也是一定会减少。所以你问商家们，诶 OK 啦，增长率是 OK， 不过我的那个利润减少，这样子有很大可能性 bonus 也是没有给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可能性大群人就会感觉到，增长率跟我自己的那个现在的那个费用增加了，我现在的那个工钱也没有增加太多，反而我比以前COVID 的时候有一点比较贫穷的一个感觉。是，所以我听你这样子分享呢，我可不可以直接理解成为说，你觉得其实这个经济预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在3%到5%之间嘛，大概4%是比较保守的，可能的一个数字了。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即便是这个数字，但是它是不够的，它是不足够让大家有信心的。对，而且如果是从增资的方面来说啦，以前我们做反对党的时候，我们每次批评政府讲，你那个 GDP 增长率很高，不过人民感觉不到，人民受苦，物价起价等等等等。现在反而我们做了政府，我们用同一句话来去发表同一个概念，好像真正没有了解大群人 M40 的那些 man on the street woman on the street 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对，不知民间疾苦啦，直接这么讲的话，那 OK 好。那如果说要到10%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困难了对。但是偏偏可能就是要6到7%有可能是。对，7%、8%可能大家比较有感，企业也会觉得说我有赚到钱，人民也会觉得说我的荷包可能也会比较多钱。对，这个就是刘振东副部长讲的是second economic take off， 这个就是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今天很想要请教你，然后你也针对这个部分，其实你也发表了很多的看法哦。那先来解决一个迷思，就是大家可能也对于马币跟经济的关系，这个当然我相信也是可能民主行动党或者是整个西盟以前也常常就是在讲说令吉你看都已经低成这个样子，我们经济很不好。结果现在呢，执政的时候发现说令吉更低，然后要怎样子来自圆其说？我发现其实现在大家很努力的去解释说令吉的这个汇率其实跟经济无关，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我不认同。当然，如果经济继续增长，好像6、7、8%，令吉一定如果还是在4.5还是在5对一个美金，我觉得人民还是可以接受，就是讲，我可以看到增长率是很高，对我的那个这个生意或者是我的这个薪水等等，还是会有进步的。不过现在不单只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不是那么高，而且令吉一路跌到差不多4.8、4.9，现在起了一点到4.6、4.7。很多人问，如果你的投资率那么高，如果你的经济正在增长3到5%，为什么投资者还对于这个令吉没有信心？当然有很多从经济或者是财政的那个解释，我是100% 认同的。比如说美国那边他们的 interest rate 超过5% 的。现在如果我是放在银行那边呢，我自己也是可以转到去美金的那个 interest rate 是大概是 4.5 到5%， 比我们 ringgit 那个 FD 大概是2.5到5%，我当然是会转去美金嘛，是不是？当然有这样子的因素，不过还是有其他的东西有可能性政府没有真正去解释给大群人了解，或者是他们自己也是没有了解。比如说，如果你是商家，外地那边有可能性你是有新币或者是这个英币或者是美金等等，你看那个令吉的情况还是没有会 strengthen， 而且本地的那个投资的机会有可能性从本地公司本地商家的方面来说，那方向还没有那么确定。你会不会拿钱回来马来西亚？那当然不会啊，有一点点怀疑是不是？对，比如说现在你可以看到 MAC 是对付谁？ Daim、Mokhzani、Mukris、Akbar Khan， 有很多那些政治人物、商家做生意的那些大名字。如果你本身是商家，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况，有可能性你觉得 OK， 一部分讲这个对我无关，不过也是有一点怀疑嘛。
they go after these people， 有没有可能性下次他们会来查我？所以其实我觉得政府他应该要就是不要再自圆其说了啦，应该就是要维持着他过去一贯的这样子的一个论调，然后就想办法要把令吉还要把经济给做起来哦。但是有说这个令吉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政府都在这么说，因为美联储很像也要准备在4月份的时候可能要降息嘛。对，你觉得只是暂时？所以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过去。没有，如果是因为如果我是国家银行，或者是我在这个财政部等等，我一定是要做不同的准备。当然一部分的人已经有预算到 US Federal Reserve 他们会他们的 interest rate 会降低，这个是我看80% 以上的人会这样子想。不过如果中东那边发生事情 ，oil price increase， logistic get disrupted， 有可能性 Fed 不会降低，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就怎么样？你一定要有 backup plan 来去怎么样面对这个不同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很像有很多的直接的国际投资嘛，像安华说从中国带回来1700亿，然后这次去德国又多少亿回来，你觉得这是不是代表着国际间其实对于马来西亚的投资的信心恢复了呢？其实外资从 FDI 的方面来说，尤其是制造业，尤其是 E&E， 尤其是电子电器，他们的确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是有信心。当然一大部分的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有这个中美的那个问题，所以很多投资者才来马来西亚。我也是非常佩服我也是可以看到贸工部部长跟副部长是很努力去适应这些外资来马来西亚的，所以那个是我不否认的。不过从宣布投资的那个数字来到马来西亚试行需要时间，要创造你的那个工厂等等，也是需要1-2年的时间，所以没有那么快可以做得到。所以你要想到有做法，怎么样能够提高外资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对ringgit 的这个信心？你会建议有哪一些做法是我们应该要赶快做的呢？如果我们是可以给大群人，尤其是那些投资者，尤其是那些 forex speculator 等等，可以看到我们6月就会实行这个 subsidy rationalization 针对性的补贴。对，而且我们是要比较完整去做这个 targeted subsidy， 不但只是要宣布一个时间，而且我们要宣布一个数字，就是讲我们6月份有可能性那个油的价会起到增加2角钱。后来呢，我们等到1个月后呢，增加5分钱，慢慢起，而且政府会说这个会省政府知道一。我们宣布这样子的政策去的时候呢，大群人就可以看到 ，OK。This will improve our fiscal position， 就是讲我们整个政府的那个财政的那个情况就会比较稳定。是你在媒体当中其实有评论说政府应该要取消补贴啊，而且不只要取消，而且要制定出时间表。对。如果没有时间表的话，很多事情就一拖再拖，大家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但是我想要先来聊一下，你觉得除了时间表之外，你觉得哪一方面的补贴是可以先来进行取消？因为这其实跟政治非常有关系。你取消补贴，其实动到某一些人的生计嘛。对，其实政府已经宣布了，从diesel那边开始。diesel那边为什么比较容易呢？是因为不是每个人是打diesel的，而且diesel的这个影响力最大是在这个 logistics 跟 transport。从这个 logistics transport 的方面来说，如果你是可以介绍一个他们叫做一个 fleet card，就是如果你是有100辆罗里，我们就可以给你这个补贴100辆 ，and then the rest 可以省回来，因为很多那些diesel其实是在这个黑市场那边运去外地，有很多人可以赚大钱的。所以从 diesel 的 starting point 那边，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热期。But until now， 我们还没有听到政府的一个宣布。但是diesel应该也是，只是取消diesel的补贴应该还是不够的吧？At least 10 billion。OK，at least 10 billion。但是接下来应该还要有更多的这个针对性补贴。如果你比较容易的做不到，
比较难的就比较难了。了解，我知道你的意思。好，讲到补贴呢，其实我想要聊一下帕杜啊，就是其实因为这个目前政府呼吁民众在3月31号之前就要注册帕杜，我自己个人对帕杜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啊，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进行这个针对性补贴，但是好没有关系，反正他现在就已经做了嘛啊。那大家因为对帕杜的不信任，所以现在注册率登记的这个大概是500万。蛮低的啦啊！对，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政府吗？而且我可不可以问你，你有没有注册帕杜？我没有，为什么呢？我自己个人的原因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需要去申请这个津贴，所以我就没有申请了。虽然这个想法或许也不太正确，应该要全民来进行注册。但是我总是觉得说，它应该可以在现行的一些制度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所得税里面，或者是 MySejahtera 的这些的机制，都应该是一些可行的方案。你觉得呢？对，我本身有登记，不过我没有放我的正确的资料在里面。这个我在媒体上看到。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有很多人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啦。为什么我这样子做？是因为我认为政府已经有了我的资料。为什么你不可以？所以你不是因为不信任的关系？不是不信任那个系统，其实那个系统的那个问题，大群人已经知道了。有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啊，有可能性还没有真正去参考过。为什么要实行这个帕杜的系统？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有些人有可能性是不应该拿到补贴，不过他们的确是有拿补贴，是因为有可能性他们是看 LHDN 的资料，他们是 B40。不过有可能性外面那边他们有租屋子给人家，有拿不同的 income 啦，有可能性没有 declare 啦。不过如果我是那群人，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或者是表态，我会不会登记帕杜？第二，如果我登记帕杜，我会不会放那些真资料进去里面？应该是不会了，对。可以。所以从 design 政策 design 的方面来说，帕杜已经失败了，还没有开始已经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你觉得现今政府对于承认失败然后立刻纠错的那个，他没有真正去承认失败，我觉得他们没有承认失败的能力，然后没有立刻改过的这个能力吗？是因为有可能性这个部长他以为没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你觉得是个别部长比较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部长还是整体的现在的政府，我觉得负责帕杜的部长也是很表明可以看得到了，他是不喜欢去 consult， 不喜欢去叫别人来帮他，包括他自己的同志，包括其他的部门的那些部长跟官员等等，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如果在发展国家，你要实行这个帕杜的 system， 或者是任何的那些对国家很重要的那些系统。你第一天已经有这样大的问题了啊！其实，在发展国家，媒体跟你自己的同志们已经要求什么？要求你辞职了。是好，刚才这一段也可以剪成短影片啊。好，你在媒体当中也说过了，说安华不应该将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不佳的责任不断怪罪在前朝政府啊。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看法？没有，是因为人家可以看到。前朝的政府，他们当然是有很大的那个问题，就是 1MDB。不过对我来说，以前拿吉做首相的时候，他也是的确有他自己的方向。比如说这个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Program、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 你讲他一点功劳都没有，我觉得也是不对啦。他也曾经把马来西亚的经济很像也弄得有一段时间也是弄得不错的。对，所以我认为。目前的政府，这个团结政府，尤其是财政部长跟这个首相，也是同一个人呢。他应该能够做到一个比较 objective 的一个考量，就是讲有些东西坏，我们当然是要改善；有些东西如果是 OK 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系统，提高这个政策来做更好的进步，往前去走，不要往后来去怪人。了解，除了不要再去怪前朝之外呢，其实你有提出类似就是像是政府的政策不应该拿来砸自己的脚啊，就包括了像是这个昌明白米 Madani Beras 这个计划，你觉得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很像这个帕杜这个系统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去想好一个政策怎么样，不单只是怎么样去实行，而且
从那个 design 从那个策略的方面来说，怎么样能够去做到比较完整才去宣布。所以如果你那个策略不是很好，不是很理想，有很多那些缺点啊，宣传的方面来说，怎么样好都好，是 cover 不到那些缺点的。了解，是。那我想要再多问一题，就是你怎么看待说现在地方级房屋部长他认为说现在要把一些的房子从30万的房子，然后要卖6万块，那你觉得这个对于房地产产业是否会带来一些冲击？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就是政策跟发展互相矛盾的一个例子？其实如果你是要去真正参考这个房屋的政策，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简单解决方式，可以解决到这些shortage of housing supply 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有可能性部长他也是他自己的想法。不过最后来说，如果你有任何的政策，你一定要做几样东西。第一就是要 consultation internal， 就是讲在政府部门里面。第二就是 external consultation， 跟那些商家们谈，跟那些专业人士谈。第三，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 implementation plan， 就是讲 implementation 的时候包括宣传。比如说如果你是要做这个 UNESCO listing 等等，当然是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计划才来去宣布。如果你宣布到有问题呢，那个时候你就好像要有一个 defensive strategy 来去补你的那些错误等等。对，就会造成我们1个月的时间都在国会里面讨论肉骨茶啊。其实真的是不能够拍脑袋去想政策啦。就像我觉得像你所说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数据支持，然后有更多的专家来加入意见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出台好的政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部长跟副部长他们必须要有能力的那些助理。如果你的助理是从政策的方面来说很强的，从数字的方面来说很强，他就可以好好去提醒你或者是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宣布你的政策。了解。其实说到了经济，如果我们回到经济的这个层面的话，除了要让这个外资进来到马来西亚之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最近大家也比较在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如何将马来西亚的企业带到国外。那你看像日本像美国他们有苹果，像日本有各种的电器的这个品牌，他们都是在国外赚外汇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实力。你觉得其实现在我们的昌明政府在把企业带出海这件事情上面做得够吗？不单只是做得不够，而且是还没有开始做。对，其实你讲好像美国有苹果，其他国家有他们的自己的名牌等等。对我来说，马来西亚都是有我们自己的那些企业已经在外地了。比如说你讲从这个建筑的方面来说，在英国那边我们有几家大公司挂牌公司在那边已经有几个 project， 而且那些 project 是蛮成功的。如果你说马来西亚从这个中游的方面来说，我们也是有国际的这个企业。食品业我们有 Secret Recipe， 我在上海看到很多家。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外地去发展的。所以政府的责任就是怎么能够第一跟那些有经验的那些公司跟他们配合，看看怎么能够带我们马来西亚公司来去参与马来西亚已经在外地有投资有那个市场，帮他们做他们的供应链的那些生意。第一，第二，有可能性有新市场，马来西亚的那些中小型企业包括大企业不是很熟悉的，是因为比如说马来西亚刚刚 ratify 这个 CPTPP， 有几个新的那些大市场，包括 Mexico， 包括加拿大，包括 Peru 是比较小一点，不过 Mexico 跟加拿大是 Top 20 economies of the world。 为什么我们我们的政府，比如说贸工部还是其他的那些部门不可以成立一个或者是带一个小组，中小型企业是有 strategic area，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去墨西哥那边做他们的生意，是要运进去美国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进去那边开始参与这个供应链？那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了。新加坡政府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 Enterprise Singapore。Enterprise Singapore 呢，他们不是带某某公司出去外地的，
他们有 strategic areas， 有几个比较主要的那些 industry， 他们是要推动的，所以他们可以看到 OK， 我们有那些公司是有在这个方向的，我们就带去哪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有可能性有另外一个方向，我们就带不同的一帮公司来去那边。不是全部公司需要新加坡的这个政府的协助，不过如果他们需要不同的协助，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包括他们也是有成立了这个 Singapore Global Network， 就是讲每一个国家他们不单只是有他们的 network， 就是新加坡的企业家，而且那些企业家包括那些企业家是对新加坡有兴趣要投资，或者是要参与他们的供应链。所以他们有了这个 network 过后呢，新加坡公司去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这帮人可以真正去可以协助他们，也是有新加坡政府的代表go through Enterprise Singapore，做这样子的一个 matching 配合 market opening 等等。是，现在你没有官职嘛，在这一届。那如果再让你有机会有官职的话，你还会希望再做回这个贸工部的副部长吗？没有，现在我不是讲没有官职了，我去年被委任做这个马来西亚投资发展机构的这个 Board of Directors， 就是 MIDA 的 Director 了。OK， 那你觉得你会做哪些事情是跟现在的政府，就是说在政策上面，你觉得还可以是比较不一样的做法？你会想要提出来的？有几个方面呢。第一，我的想法是有可能性是比较 long term， 比较长远，所以从 strategy 的方面来说呢，我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策略的能力。我不单只是有这个政策跟这个政治的这个经验，我是有读过很多书，从博士的方面来说，我也是有做过这个商务的这个顾问，以前是在 Boston Consulting Group，所以从这个策略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做东西是比较长远的，那个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我从 implementation 的 standpoint 呢，从这个 implementation 的角度，我做东西也是比较快，有可能性是因为我的经验比较丰富，如果我看到一些东西从政策的方面来说有一点缺点，我是可以联络贸工部的部长还是副部长，叫他的官员来去怎么样能够配合，做比较对马来西亚经济有好的影响力，我是可以马上去做的。了解，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对于这个政府抱持着很多的期许啦，然后当然很多提问也有很多问题，对，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说要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啊，因为才刚刚开始啊，不是刚刚开始了，已经多了一年多了，一年多了，对，但是大家还是现在我们还是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说应该给他们多一点时间。我觉得那声音已经减少了，现在是有很多人是有那个不耐烦的感觉。对，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大家除了要给他们时间之外，我觉得也不能够缺乏就是监督的声音，对，以及质疑的声音。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现在的政府能够更多的去包容质疑的声音了啊，对，不要因为媒体有质疑，就取消我们的记者证啊，这样子不太好。那个我希望不会发生啦，不过很难讲的，因为问题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包括某某的那些部长，我觉得他们好像有点敏感性这样子。就是讲以前你做反对党的时候，你去批评部长啦，你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不过现在你做了部长过后呢，小小的批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不 friend 我了，这个人是我的敌人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很快就全部人变你的敌人了。很多那些好的建议你就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接受，而且利用这些资料来去改善你的政策。我相信其实一个进步的国家，它必须是要有媒体的监督啦，要有第四权，然后也必须要有改革。但讲到改革，我想包括知识分子的那些批评跟那些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没错。那其实最后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我想要补充问你，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政府常常会接着说，我们现在要先搞好经济，所以很多制度性的改革我们要 on hold。你认同这样子的看法吗？我不认同，是因为如果你是真正是要改善马来西亚的经济跟系统，你是要有一个短期、中期跟长期的那些计划。你可以讲on hold，不过你也是要给我们知道
on hold 到几时？有可能性 OK， 这个政策我们是要修改，不过明年我们的确是会放这些 amendment 进去，是因为如果你有公开来宣布呢，这样你的官员呢就会开始做一个准备。你要修改任何的那些 legislation， 任何的那些act 啦，你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去实行的。短期的时候，你也是要宣布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全部东西 on hold 的嘛，是不是？我们要看到你的方向。如果短期的方向是我们能够支持、有信心的，这样子我们比较高信心。长期的那个方向，长期的政策也是对马来西亚未来的一个好处是比较明显的。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真的是，如果你制度没有改革的话，你真的是要去达至成功，是真的是蛮困难的啦。但是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相信流量应该会蛮好的，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短影片可以剪啊。希望改次会邀请我回来了。会，一定会。这样非常谢谢这个前国际贸易以及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来上财经拷问。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